学子是不是你杀的？你别想套我话。那个人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快感。为了感谢他，我是不会告诉你们他是谁的。学子遇害的时候，你在场，你看见了凶手对他的行凶过程。行凶，对我来说，那是享受。那天晚上，我看到那个家伙把2根电棍按在那个女人身上，电光一闪。可是我那身皮吓坏了他，他跑了。但是没关系。我拿到了那个女人的衬衫，我控制不住我自己。那天晚上，我看到关路老师一个人回家，我就跟了上去。我不能说了，这些事儿我只能一个人说。虽然我不太理解，但还是非常感谢你的配合。你要干什么？你干什么？怎么样，找到秦明没有？现在安然的情况已经稳定了，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尽快找到秦明。我怕他做什么傻事。不会的，他还一直在提醒我呢。我最多就揍他一顿，出出气。你揍谁啊？啊，打人是违纪的，知道吗？喂，臭小子，你在哪儿呢？你听我说，你赶紧把韩东给我带回来。喂，他让我们去一个地方，然后我就挂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你确定韩东的尸体被运走了？是的。没想到秦明还有这么一个秘密基地。什么秘密基地？根本就是他准备好的犯罪现场。这家伙事先准备很充分，是变态杀手的特征。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们会勘察秦明的作案现场。真的是秦明做的吗？他审韩东的视频，还有在现场留下的电击工具。彪哥，有必要吗？秦明根本就没有想要隐瞒任何证据。他不是经常说吗？把该做到的做到了，在法医的环节不能出任何的纰漏。但我不明白，秦明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也许秦明就是为了找到凶手，换句话说，秦明是为了和凶手建立某种联系。那他确实做到了，凶手确实联系他了。他在激怒凶手，吸引凶手的注意力。我的意思是说，全部的注意力。难道秦明把自己当诱饵了？行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别净往刑侦那儿凑。这家伙已经掌握很多了，看来是这些积案重见天日的时候了。但是我
我不明白他把这些留下来是什么意思呀？也许他已经不需要了，电击工具已经调试好了，也要了韩东的命了。但是电击杀手还没有找到啊。把这些东西都带回去，我们再去趟民宿，搜查一下秦明的家。既然回来了，就不要忙着走了。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你。只是想来看看你，没想到居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谁能想到你敢来这儿？好些了吗？我已经没事儿了，幸亏你们把我送来的很及时。那也要小心伤口感染。我看了医嘱，还算合理。再过1周左右，你就可以出院了。大家都想找到你，想找你问清楚。我是不想你因为彪哥还有韩东的事情头疼。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我们是法医，还有很多专业的问题要弄清楚。你留下来的那些东西，需要你解释一下。在韩东家，发现了雪子遇害的衬衫，衬衫上面有2个相对规则的洞，很有可能是电击造成的。我还发现了2处灼伤的痕迹，但条件有限。如果能在电子显微镜下查看到衬衫上是否存在电子颗粒，也就可以判断出凶手的作案工具是电击棒。那顺着这个线索找的话，我相信一定能找到凶手的。太被动也太渺茫了。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主动出击。雪子的牙骨上已经呈现出了玫瑰齿的症状。玫瑰齿、蕈状泡沫都是电击死的非特异性改变，但实际上窒息或者是溺死的死亡状态都会出现这2种状态。那电击死的尸体就没有什么独特性的？电流斑。凶手在操作电击棒的时候，电极会出现焦耳热，电极和皮肤接触，电流的输入口会形成如同火山形状的痕迹，大概有指甲盖的大小，这就是电流斑。我母亲遇害后，脖子后面有一块皮肤消失了。那这么看来的话，应该是凶手挖掉了电流斑的痕迹。彪哥除了删除键以外，还有最为关键的证据。拜托你们，一定要把所有证据串联在一起。我会尽力的。那我先走了。为什么？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我是一名法医，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必须要做的。我是说，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做那些违法的事儿？那个看似冷漠，实际一腔热忱的人去哪儿了？那个鼓励我、安慰我、支持我，那个秦明去哪儿了？那个告诉我正义和善良的人，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
秦明，我是法医，我也是一个警察，我不可能让你走，我不会放开你，我知道你不会伤害我的。对不起，关系通知你的。安然，我真的很高兴你能做到一个警察的本分，但真的很抱歉，我必须要走了。别担心，只不过是一些镇定剂。你不能再工作了，要好好休息。今天就算是强制性的吧。红婉，收好11标件。舒缓情绪的镇定剂而已，睡觉就好了。照顾好他，所有人注意，目标出现。秦明，你对安然做了什么？我只是给他一些镇定剂，他现在需要好好休息。你现在立刻跟我回去。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等我回来之后会跟你解释的。还有事没做完，是不是还有人没杀？林涛，你一直说把我当做兄弟，这一次你能不能相信我？就这一次。林涛，林涛，你没事吧？臭小子，别跑！你先别说话，稳住呼吸啊！玫瑰齿出现了，陈主任，秦明这小子，他的猜想是对的，但也不是电击致死的特异性。按照他的说法，还需要那件物证。
好啊，现在终于可以印证你当初的执着了。如果当年我们能找到答案，说不定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多事情了。总算是越来越接近真相了，法网恢恢啊！那我就先按照齐明说的去做病理检查。好啊。喂。好，我马上就过去。怎么了？我得马上去趟医院。林涛被车撞了，但没有生命危险。秦明呢？应该是被撞林涛的司机带走了，可以亮牌了。很好，我们终于见面了。但我们对彼此似乎并不陌生。说吧，为什么杀人？为什么是学子？为什么是我妈妈？是该死，那些都是该死的人。但我并不觉得你该死。可你还是找上了我。那是因为你在破坏我，就像那个寒冬一样。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吗？我还想问问你们为什么？我杀的人哪一个不该死？包括你母亲。这个世界上干净一点不好吗？我告诉你，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是你，没想到吧？我是你那么熟悉的人，我就生活在你身边。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你？说，你说你为什么要杀人？你说啊，你为什么要杀人？让那个世界告诉你母亲还有其他所有的人，他们都是罪人。别说！李队，李队，这里。没事吧？我没事。人呢？好了。快见脸了吗？是张华。张华。张华，你已经无路可走了。无路可走？我是故意带你们来这儿的。看上面，那个房间里有一个7岁的小孩。半个小时之前，我在这儿装了一个遥控爆炸装置，只要我一摁这个按钮，立刻就会爆炸，整个楼都会塌。我劝你们先救孩子吧。李队，他是在虚张声势。我们不能拿人民的生命做赌注，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也不行。老赵，明白，走。张华是在和我们打心理战，他没有明确的目标，不会滥杀无辜的。别说了，任何人不许再前进一步，否则我一定会按按钮的。这个遥控器的有效距离是3公里，你们不要想着阻拦或者是跟踪我。秦明，下次再见。先救人。所有人注意，黑色摩托车，车牌号龙 BX4099。我要所有路口的监控录像，盯紧这辆车。李队，上面没有人，就一个洋娃娃。
张华把他们骗了。所有人上车！ 嫌疑人进入了监控死角，人已经不见了。现做呀？不然呢？你会做吗？当然不会啊。不过我可以试试。 黑胡椒1勺，盐1勺，橄榄油2.5克。那我开始了。那你们俩都没做过饭，做出来牛排能好吃吗？我们是严格按照食谱上的调料剂量，还有煎牛排的时间等等进行操作。那能吃吗？火候的问题。 要不点个外卖？哎，我有螺蛳粉。行。行，饭吃完了，说正事儿吧。我仔细看了我母亲当年案件的资料。 我记得当年案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鱼虾啃咬伤及表皮，但不会渗到肌肉组织。可我母亲后颈失去的这块皮肤已经渗到肌肉，这是疑点。是的，当年在受害者身上有多块皮肤损伤，我认为是池塘里的鱼虾啃食的结果。但你说的那处伤，我无法解释。我想问的是，这块皮肤你是怎么处理的？我给保留下来了。 那太好了。案发的时候我在现场，根据当时的环境，还有我接触我母亲身体时的反应，我觉得死亡原因是因为这个。电击致死。说实话，我觉得还需要其他的佐证。在这里找到的线索就是这些。 根据电击杀手的特性，这家伙极有可能以斗门镇为基地向外辐射性作案。说不定我可以复原凶器，但我需要你的帮助。和凶手赛跑的感觉实在太不好，毕竟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那如果我们主动出击呢？说完正事我就走。韩东已经转到了看守所，他完全不记得你给他注射过镇定剂，所以这件事情呢，你可以不用放在心上。我们正在全力搜捕张华。还有，这张照片你看一下，张雅欣，他的父亲是张华。是他。星星知我心，本名张雅欣，16岁。 癌症患者，她是我妈妈的一个病人，后来这个女孩自杀了，我妈妈还得了抑郁症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母亲跟凶手之间的关联。我们顺着这个关联一直查下去，就一定会找到真相。秦明，我需要你告诉我关于这个女孩你所知道的一切。郝护士长，你想要帮助的病人就是她吗？对。 这个孩子16岁，肾癌2年，以前是一头乌黑的长发，但是因为化疗的缘故，只能剃成了光头，而且因为副作用出现面部浮肿，还长出了斑点。您想啊，一个16岁的女孩正是最爱美的时候，所以她现在几乎不跟别人说话，甚至都不敢看别人的眼睛。我想她现在可能是抑郁症的前期症状。如果病人对治疗和药物有抵触情绪的话，治疗效果呢？ 将会越来越糟。是的，副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这样的话，那就陷入恶性循环了。他跟我儿子同岁，正是青春年少最美好的时光。现在呢，又是网络时代，所以我想，
能不能想一个办法，帮她振作起来？雅欣，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从那天起，我妈妈每天开始加班，她为了这个女孩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哎，你看你笑和不笑的样子差别有多大？你知道你笑容多可爱吗？有吗？当然了呀，你的笑容有一种治愈的力量。雅欣，你脸上有阳光，有笑容，这就是最完美的你，你知道吗？即使有很多跟你有同样困惑的女孩，如果她们能看见你这么快乐，那她们一定会振作起来的。你跟我一起帮助一下这些不自信的女孩，怎么样？在征得张雅欣的同意之后，我妈妈注册了社交平台，然后每天把修过的照片和视频发布到平台上做着记录。星星知我心，这个名字不好听。但是可以给到大家信心和鼓励呀，让每一个人都像鲜花一样灿烂的活着，这不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儿吗？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应该是那个女孩人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了。是啊，这成为一个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红，她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得到了粉丝的鼓励和支持，这也是她坚持活下去的动力。哎，那女孩后来呢？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听说没过多久，她就自杀了。网络是把双刃剑，它可以让你一夜成名，也可以让你坠入谷底。它有正能量，也有人性的阴暗面。这一切都得从这张照片说起。这是恶搞的照片吧？这太无聊了。目前网警正在调查那天的帖子和舆论内容。如果说张华的杀人动机真的是因为他的女儿张雅欣，那他那边应该还会保留着一些线索和细节。张华的餐厅我们刚刚已经查封了，因为这是重大恶性案件，所以里面的东西我们并没有马上查封，尽可能保持原来的样子，这样方便我们多次排查。好，那我跟你们一起去。那我在停车场等你。我和他们去一趟，我扶你进去休息吧。我也要去。不行，你还没恢复好呢，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我都没事儿了，真没事儿了。那行吧，但你得跟我保证，去了之后不要做什么剧烈运动，就乖乖看着。快走啦，还有一堆事儿没处理呢。走吧。你就别去凑热闹了。李队，你看我连拐都拄上了，这可是我对我这一身伤最大的尊重了。再说了，我身边还多了一个贴身衣领。少臭美啊，你可请不起。哎，你可忘了我是一个富二代呢？嗯，九表仪。如果要去，就赶紧换衣服，我的车可不等人。是。哦，慢点，走走走走走。张华买下你妈妈的家，在这儿开店，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我妈妈是他第一个目标，他买下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纪念自己成为连环杀手的开始。放心吧，没事。连伤兵都出动了。他们说了，这叫轻伤不下火线，我觉得很认同。干活。行。把这都拍下来，别放过任何细节。那张华平时就住在2楼，
哎，李队，我赵，你们可算来了，想累死我这个老同志啊！嬛嬛呢？我在这儿呢，师傅。赶快上来帮忙。好嘞。这张华平时看着这么热情，以为是个很爱生活的人，没想到住的地方这么冷冰冰。可能在他心里的家已经随着他女儿的离世而消失了。关键证据在里边。4个12伏20安的电瓶，2个逆变器，10个平方的卷制铜线，4根超杆、探针和整流电路。这一看啊，就是他的作案证据。但我们去哪儿抓人？问得好，林涛，问你个问题：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我会跟进我们的网警同事，尽可能的详细汇总当年张雅欣在网络上的行为轨迹和当年的舆情情况，并列出重点人物。我怀疑啊，这就是一起以复仇为动机的连环杀人案，所以我们要尽快排查一切与张雅欣自杀相关的人。这些人很有可能就藏在当年的网络当中。我表示同意。然后呢？无论对张雅欣表现出来的是善意还是恶意，都要排查。善意不重要，恶意才是重点。现在啊，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都披着不同的马甲，各种不负责任的观点，甚至完全相悖的说法，都很有可能出自同一个人之口。也许是因为无聊，也许是想博人家的眼球，但最可恶的，就是假装善良，在接近张雅欣之后再伤害。我说错了吗？有那么点潜质啊！我们先去一趟妈妈之前的单位，然后调查一下张雅欣出事前的状况。对的，这现实啊和网络叫相互印证、相互补足。咱们啊，先从这2点出发，分头行动吧。好啊，跟我走。是。可以吗？老赵，咱们走。走吧，走吧，走。经查，这是经过改造的电捕鱼设备，原理很简单，但杀伤性很强，基本验证了我们的推测。郝之云和学子的致死原因是电击。之前秦明坚持说刘斌案和电击杀手有关系，现在看来是有可能。这个张华现在失去了行踪，而且他的手机通讯录没有任何异常，所以我怀疑啊，他现在正在使用另一台手机。而且是用别人身份注册的，很有可能是张华意识到自己露出了马脚，所以不敢回去取那些电击设备。这个张华现在就是个亡命之徒，可以说是极度危险。10年前，刘斌和学子都在网络上攻击过张雅欣，而当时的护士长郝之云跟张雅欣有着关联性的联系，他们都出现在了凶手的死亡名单里。但我觉得，这个死亡名单应该不止这几个人。据知情人士秦大夫透露，这个黄福雅俊可能是死亡名单上的重要人物。那如果张华真的是电击杀手的话，他一定会找到这个人。李队现在正在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柳云，10年前，柳云和张雅欣是同班同学，就是他用黄福雅俊这个账号把张雅欣逼上了绝路。黄福雅俊是个女的，和张雅欣还是同班同学。可他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问问他就知道了。如果我们的推测没有错，他很有可能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行动。
什么人啊？需要钱吗？我可以给你。你还记得张雅欣吗？到底是什么人？张雅欣是我女儿。我女儿选择了那么痛苦的自杀方式，跳楼。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没有放过她。对不起，叔叔，那个时候我还小，我不懂事，我做错了，我早就知道我做错了。柳云，有些事儿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现在，你的时间到了。李队，怎么了？刚才接到个报警电话，定位是柳云家，但是没人说话。这感觉不对啊，叫急救车。哎。先生，我们是警察，听到我说话吗？齐明，赶快去确认一下有没有生命体征。什么情况？没有生命体征了。去查一下别的房间，看看还有没有生还者。好。一会儿你们进去的时候确认一下是否人为断电。是。你看什么呢？看见这里和门口的血迹了吗？会不会凶手也受伤了？也许吧，要等血检结果出来才能知道。但还是别抱太大希望。能够在现场提取到凶手血迹的情况，基本上微乎其微。上来救人！赶紧叫救护车！快！还有呼吸。脚尖上有电流斑，是电击。走，小心点。来，稳着点。这应该不是人为断电，很有可能是吹风机导致的。我们只看见了遇害的柳云夫妇2人，但我记得资料上面有写，他们还有个女儿。房间内没有打斗的痕迹，凶手应该没有进过儿童房。如果凶手是张华的话，他以报复柳云为目的，那不进入儿童房，应该也算是合理吧。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明张华就是凶手。是你告诉我的，做事不要先入为主。
没想到这时候你比我还冷静。我一定会亲手把杀害我妈妈的人送进监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你一定会的。这能藏人的地方都搜遍了，难道凶手把小孩拐走了？找到了！哎，赵副队，什么情况？受害者，凶手应该就是咱们一直找的那个电击连环杀人案的凶手。这个受害者看着好眼熟啊！云享微电，那个 CEO。嫌疑人在门外安置了无线摄像头，拍下了柳云的进门密码。哎，等一下，这家伙好像受伤了。当时你们都没注意这个情况吗？当时值班员正好去了趟厕所。李队，他上了高速辅路之后，行向了一条小道，现在我们也失去了他的行踪。然后呢？你别担心，还有机会。至少柳云没有当场毙命啊。希望柳云可以活下来吧。他醒了，立刻通知我。行，好了。哎，佳佳，看叔叔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还有没有喜欢吃的？哎，对了，啊，这个送给你。佳佳，你真的是太勇敢了，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保护自己。哎，那天，你为什么要躲在草丛里呀？以前在国外的时候，坏人有枪，妈妈说坏人很多，爸爸让我藏起来的。可妞妞，你不用害怕啦，在这里很安全的。我妈妈呢？你妈妈不会有事的。那我爸爸呢？我刚刚呢查了佳佳的初步笔录，和刚才说的基本一致。陈晓东和柳云已经分居很久了，两个人轮流带孩子。在案发当天，刚好是陈晓东把佳佳送回柳云的家里，没想到一进门，家里一片漆黑。然后爸爸说有危险，让他藏起来。藏起来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柳云。别钻牛角尖。那也说不定，柳云那会儿还没有从洗手间出来呢。是个思路。没错啊，而且这个思路顺畅，还不打架。我们呢，就多陪陪佳佳吧，毕竟还是个孩子，没缓过来呢。尸检就交给我吧。
凌晨1点20，尸检开始。死者的前臂有明显的抵抗伤，以及因为搏斗造成的擦伤，还有磕碰伤。死者的胸腹腔存在多处软组织挫伤，伤口不深，没有伤及内脏，不足以致命。中腹部与胸口各有1处刀伤，而且都很深。腹部的刀伤刺中了脾脏，导致脾脏破裂而大出血；胸口的刀伤刺到了肺静脉，导致胸腔内大量积血。陈晓东应该与凶手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搏斗，但后来却因为伤口失血过多而倒地死亡。至于凶器嘛，不像是你们在现场发现的水果刀呀，这是什么鬼啊？所以柳云10年前以皇甫的身份把张华的女儿逼上了绝路，10年以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电商大佬。准确的说呢，是落难大佬。而张华为了给自己女儿复仇，袭击了柳云。目前来看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前经常去老张的餐厅吃饭，没想到平时看起来这么老实的一个人，居然是电击莲花杀人案的凶手。这叫什么？这叫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啊！那我宁愿我们不存在。不存在，你就吃不到给你包的香蕉了。存在，存在，存在。佳佳呢？放心吧，他已经睡了。景队那边已经安排给他做心理辅导了。大家辛苦了，我们干活吧。我来说一下死者信息：陈晓东，45岁，龙帆市人，云享微店 CEO， 致死原因是失血过多而死亡。尸检报告我看过了，血验报告上说现场有3个人的血迹，陈晓东、柳云还有凶手。水果刀上也有血迹，但陈晓东并不是被水果刀所伤。那我们就推测，水果刀上的血迹有可能是凶手的。我们的人已经到张华家去搜集检材了，来确认这个血迹是否属于张华。但是现场确实像是入室抢劫。据柳云说，他丢失了3万美金和3万人民币，因为丢失的是现金，性质很特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精确追踪。但现在最令我头疼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凶手的作案凶器。我们根据刀口的形态，可以推断出作案凶器应该是3棱刀具。3棱刀有很多种，用途不一，我们需要对凶器进行更准确的描述。我们在洗手间的浴缸里发现一个吹风机，有可能是吹风机漏电导致保护性跳闸。根据案发现场的情况，我们推测事情应该是这样发生的。嫌疑人通过室外摄像头得知柳云当晚是一个人回的家，取得密码锁的密码之后，进入房间，用3棱刀刺伤柳云，将失去反抗能力的他推进浴缸，把吹风机丢进浴缸之后，使其致电晕倒，而后进行偷盗。但由于跳闸，所以它的触电量变小，柳云没有长时间的昏迷。他爬出了浴缸，拨打了110求救，但由于失血量过多，所以还没有说话就晕倒了。陈晓东回到家里之后，与嫌疑人发生争执，用水果刀刺向了嫌疑人。嫌疑人用3棱刀刺伤了陈晓东，随后嫌疑人逃跑，陈晓东身亡。如果这样说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入室抢劫伤人案。可是，
陈晓东的体型比较健硕，张华会是他的对手吗？但是根据案发情况来看，确实比较像入室盗窃。现在我们失去了嫌疑人的行踪，所以柳云的口供就非常重要。我来介绍一下柳云的这个个人信息啊。柳云26岁，16岁的时候离开龙帆市到海外留学，认识了富二代老公陈晓东。陈晓东呢，当时就职于硅谷。6年前，两人回国创业，创立了云享微店。同年生下了女儿陈佳佳，夫妻两人事业如日中天，婚姻也很幸福。这个柳云的人生简历可以说是毫无瑕疵，简直就像开了挂一样。是，但事实上，或许并不像我们表面上看的那样光鲜亮丽。柳云事发前1周，云享微店的系统就出现了故障，3天前，页面无法登录。我联系了经济侦查科的同事，他们怀疑云享微店资金链出了问题，涉嫌违规操作，而且外界媒体也在怀疑，有可能是经济纠纷杀人案。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张华的存在。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张华是凶手，但眼下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张华就是凶手。如果真的不是张华所为，答案应该只有柳云可以告诉我们了。刘女士，关于案件呢，我们需要问你几个问题。我女儿呢？她很安全，只是受到了惊吓。我丈夫呢？抱歉，只有抓到凶手，才能告慰死者，才能让您和女儿未来无忧。我们是在帮你，同时也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那天我很害怕，他穿着雨衣，我看不出他的长相。您看一下，这个人跟凶手像不像？不像。那你见过这个人吗？没有。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凶手行凶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吧？清明，怎么样？柳云开口没有？这就奇怪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都应该配合我们才是啊。帮个忙，说。现在呢，只能从凶器上看看有没有突破口。你不是经常喜欢研究一些搏击还有冷兵器之类的？是挺了解的。从伤口上看，这个凶器应该是3棱刀吧？确实是3棱刀，可3棱刀的种类有很多啊。所以想请你帮我辨别一下，这个是哪一种？哎呀，我又不是法医，没法从伤口上推断出凶器是什么。不过，我有办法让凶器出现在你面前。主任，我们办公室终于有钱申请硬件了。你们部门哪有钱整这玩意儿？昨晚临时升级，领导从家里带来了这台3D 打印机。我和他呀，就睡了3个小时，忙了一晚上，就为了做那个游戏建模。游戏建模？哎，这看上去像陈晓东的伤处啊。所以啊，我们等于做了一个凶器的模子。这台3D 打印机可以完美的还原凶器。厉害啊！我们按照真实尸检的照片，在电脑中做3D 建模，这可以说是丝毫不差吧。伤口的空隙呢，就是这个刀子的形状。好了。这个刀不常见呀。少见就意味着独特，独特的物品总是好找的。我建议在全市范围内搜寻这种刀具，也许我们能推导出凶手的足迹。向李队汇报吧，包括在现场凶手的血迹。
李队呢？配合经侦部门调查云享微店去了。来，过来看看。柳云的生意出大问题了。各位老铁们，我是小张，我们现在在云享微店总部，他现在遭数十人围堵。你们注意看这些评论，是吧？哎，警察跟群众推搡起来了。这些键盘侠可真是无孔不入啊！都什么局面，还在这胡说八道的。哎，柳云跟张雅欣曾在市高中就读。解铃还须系铃人。柳云不说，我们就让他说，破了案自然能堵住这些键盘侠的嘴了。现在这个张华虽然有嫌疑啊，但是这个现场同时有盗窃的情况，也不排除是这个云享微店的受害者行的凶。反正现在咱们不用着急，李队不是去查了吗？应该很快就能查出来可疑人员。不能让李队一个人战斗，必须赶紧把案件调查清楚。你瞅啥呀？李队不是让你主持大局吗？可不止一家人。好，这样吧，赵副队，麻烦你先拉开我找张华。是，我和环环负责摸柳云的底，特别是跟张华和张小希的关系上。至于凶器这一块，只好麻烦法医部门了。这样我们2条腿走路，最终会合2为1的。老板，哎，跟您问点事儿。这个人您见过吗？哦，我不认识。那这种刀您这有卖吗？这种刀并不常见的。确实，这种刀本来属于人工杀猪放血的。几年前这种刀的销量很好，这刀能干粗活，也能做细活，现在都是专业的人在玩了。总不能全都是屠宰场的人买吧？还有一些户外生存的体验者或者刀具爱好者爱玩这种刀具。就如果普通人操作的话，能够弄出这种平整又细小的创口，你觉得难度大吗？这个也有可能。那在你们这儿购买这种刀具的，应该都有登记吧？这个肯定，我们会定时送到派出所的。这属于管制刀具，一般人买不了。老板，哎，麻烦你一下，把在你这儿买过这种管制刀具的人的身份信息给我提供一下。好的，您稍等。是不是想到什么了？我们得回去一趟。现在很多人都很少洗照片了，可我喜欢照片，喜欢相册，这种回忆，既看得见又摸得着。就是这个班上有2个学生啊，我永远也忘不掉，一个是张雅欣，另一个就是柳云。钟老师，张雅欣的事后来都传遍学校了吗？我们还组织学生去看望过张雅欣父亲。哎，钟老师，那柳云当时在班里是什么情况啊？柳云呐，她很漂亮，是校花，会唱歌，会跳舞，学习也好，全校没有人不知道她的名字。她都毕业好几年了，还有很多人提起她呢。她是天生的明星，能成功理所当然。那柳云和张雅欣的关系怎么样？在张雅欣成为星星知我心之前，柳云是唯一和她说话的女生。哎，张雅欣来了，张雅欣来了。你看，让人榨的番茄酱，这个拆饭吧。雅欣，纸巾。后来，柳云走到哪儿都会带上张雅欣。通过她的努力，同学们对张雅欣的交流也多了。张雅欣开始有了笑容。柳云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女孩，她长得美，心也美。
除了张雅欣之外，柳云还有没有别的朋友？还有月月。柳云从小就是那样的女人，完美、善良，照顾弱势群体。她希望所有人都看到她的好。钟老师说，你们之间是闺蜜呀？我们只是高中时候的朋友。她从来都不缺闺蜜的。每到一个新的环境，她就会换一拨人，和以前的人呢就断绝了联系。看来你对她的评价不是很高啊。我太了解她了，她对别人好，只是想得到更多的赞美。她享受这种感觉。如果有人抢了她的风头，她就会暴露本性的。什么本性？嫉妒和冷血。听说咱们班出了一个网红哎，那个张雅欣，我看她在微博上发了很多关于她的自拍。同学们都商量着要去看张雅欣，要不要一起去？我晚上还要上钢琴课。自从张雅欣变成星星之我星号，她的人气可是嗖嗖窜呢。网红的只是昙花一现，你和她关系这么好，没准你也会被她带火哟。我不想火。听说前2天有记者来咱们班采访，问张雅欣的事情。你怎么老问别人的事情？你太闲了吧？后来她上课总玩手机，我以为她是在默默地关注张雅欣。黄甫。 2个月后，网上爆出了张雅欣和黄渤的聊天记录，我才知道柳云做了什么。半年以后呢，柳云就被家里人送出国了，张雅欣的事情慢慢的也就没有人再提了。柳云回国之后，你跟她接触过吗？没有，我和她联系过几次，她总说自己没时间。后来我也明白了，人家可是身价上亿的大老板，没时间见我也倒是正常。但是跟几个混得好的高中同学倒是经常组局。唉，后来我也就明白了，人家只是不愿意见对他们有帮助的人，更不愿意见知道真相的人。我们一直认为这2个刀口是同一个凶器造成的，那必定也是同一个人造成的。伤口的深浅还有刺入的角度，我们也认为是在搏斗过程中造成的。没错。那既然普通人也能刺出这样的伤口，那有没有可能是2个不同的人分别刺向了沈晓东？你的意思是张华可能是有帮手的？还不能确定，不过目前没有依据可以排除。 2位，水果刀以及受害者家1楼血迹经过 DNA 检验，证明包含张华的血液。这是报告。那证据确凿了。那也就是说，张华也受伤了。可如果只是以报复为目的，张华怎么可能会盗窃柳云家？这和之前几个案子的情况太不一样了，这肯定不对劲。 我去看一下他。家中失窃，柳云夫妇遇袭，行凶者究竟是不是云享微店受害者于安呢？这要等警方的答案。但据知情人透露，柳云夫妇平日生活铺张奢侈，长期挪用公司款项进行个人消费，已涉嫌违法。云享微店的前路一片暗淡，柳云是否会承担责任，我们拭目以待。 请进。我们是市刑警队的，我叫林涛。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我累了，需要休息。我们跟钟老师、月月都聊过了，这份谈话记录上记录着当年你跟张雅欣的状况。 编的，都10年了，我都记不得这些事情，他们能记得吗？黄甫雅俊这个账号你忘不了吧？刘小姐，行凶者有可能是连环杀人犯，他在报复伤害过张雅欣的网络暴力者，你应该是他名单中最重要的目标。不达目的他是不会罢休的，
不抓到他，你跟你的女儿都会有危险。我们是来帮你的。在家在吗？放心，孩子在这里很好，请家属不要担心啊。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你们能保证我女儿的安全吗？能。好，你们想知道什么？谢谢。是不是有一种失落感？我只是觉得张华不会做出盗窃财物这种事情。张华已经被通缉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顺手牵羊，那也是情理之中啊。也许是我想多了吧。你追寻一个目标太久了，倾注了大量的心力，现在锁定凶手是张华，这么轻松，你反倒不适应。没事的，会好起来的。我就是觉得这一切都太顺利。遇到的沟沟坎坎多了，偶尔顺利一次反倒不踏实了。柳云一直没有说明那天晚上的情况，这是为什么？仅仅因为张华是凶手吗？还是说因为他不想当年网络霸凌张雅欣的事情被扒出来？我觉得应该是另有隐情。喂，好，我知道了。柳云已经开口了，也许事情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但愿吧。我们走访了柳云的老师和她的闺蜜，他们帮我们梳理了10年前柳云对张雅欣的心理变化轨迹。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从照顾到嫉妒，从嫉妒再到伤害。10几岁的女孩之间有秘密很正常，但是像柳云对张雅欣伤害那么深，还能毫无悔意的过这么多年，也是很少见。所以我们由此作为突破口，对柳云实施了压力，她才说出了真相。她说当天晚上她在浴室里泡澡，凶手进入浴室，用了一种奇怪的方式对她行凶。你什么人啊？啊，你要做什么？你需要钱吗？我可以给你啊。你误会了，我是来跟你讨一笔债的。是不是云享微店的项目啊？你相信我，我不是故意骗你们钱的，我已经在解决了。你给我点时间。我的问题，钱解决不了。你要什么呀？我可以给你。你的命。他的说法跟安然的推测有相似的部分。这么看来，柳云中刀能活下来真的是奇迹了。可谁都没想到，死的人却是她丈夫。她不愿意多谈张雅欣，也没有督促她的丈夫，
只要求我们保护好他的女儿。看样子他心里只有他女儿。是的，这点很奇怪。伤害张雅欣的人都开始各自生活，他们都淡忘了曾经间接导致一个16岁小女孩的死亡，但只有张华忘不掉。他人的淡忘与冷漠，推动张华心中复仇的怒火，以至于连柳云无辜的女儿，他都不愿放过。斩草除根，可见张华的报复心。目前只有柳云母女是唯一的幸存者。如果张华知道他们还活着，是不会收手的。柳云的女儿目前是安全的，她在警队的医务室。不安全的人是柳云。李队，我建议提高柳云的保护级别。已经申请了。另外，柳云的口供也录好了，他打算休养2天，就把女儿带到北方去。现在我们有了他的口供和我们掌握的证据，只要抓到张华，案子就算结案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杀害柳云丈夫陈晓东的凶手不是张华呢？不可能。以现在来看，证据确凿。有一个关键性的证据，刚刚得到确认，道具店发来了消息，说购买3棱刀的顾客是陈晓东。什么？不是张华？可是按照柳云的证词，3棱刀是张华携带的。所以说柳云撒了谎，也许他认为购买3棱刀的人不少，认为我们不会不开调查。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总不会是忘记了吧？或许真相就藏在这把刀上。我们搜查过柳云家，没有找到那把刀。有2种可能，一呢是被张华带走了，2呢是有人藏匿了这把刀。我认为啊，在案件侦破之前，不能排除任何人的嫌疑，包括柳云。李副总，哎，不好意思啊，让2位警官久等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小东又不在了，简直就是一团乱麻。他的案子有进展了吗？我们今天来就是向您了解情况，因为听说您是他多年好友，又一起创业，那想必您对他应该有不少了解吧？哎，我们是一起留学的同学，算算认识也快10年了。他是一个户外生存爱好者吗？对啊，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就一起玩这个了，算是发烧友吧。那你们有没有学过在户外如何使用刀具？懂是懂一点，但也只是皮毛。毕竟我们玩的是户外运动，不是格斗。但小东这个人对刀具感兴趣，他喜欢收藏把玩。这种刀他有吗？3棱刀，他的最爱，每次出去玩户外他都带着。他就是喜欢这把刀的造型。哦，对了，他出事的当天也去参加了户外运动。陈晓东和他妻子柳云的关系怎么样？他们2个分居好久了，想离婚，各种事情缠绕着离不开。听小东说，他们正在争夺孩子的抚养权，2个人轮流带，但又谁都不愿意把孩子交给对方，可以说是矛盾很深了。那关于柳云和他的云享微店，你了解多少？柳云这个人吧，小户人家出来的，为了钓上小东这个金龟婿，他真是煞费苦心了。当年柳云为了追求小东，还专门去学了攀岩。因为小东酷爱户外运动，她嫁给陈晓东以后，算是一步登天了。可是她又不甘心自己做个小女人，非要弄出点自己的事业来。结果弄什么都不行，回回都是小东给她收拾这个烂摊子。云享微店这个事儿啊，原本是小东的计划，结果被他偷走了，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哎，哦，对不起，我失态了。跟小东，我是多年的好兄弟，他的离去，我始终都接受不了。上次他去攀岩，我还说过他福大命大呢。为什么说他福大命大？当时他的安全绳断了，差点就被摔死了，幸亏他反应快，抓住了树枝，才保了命。那次攀岩，柳云有去吗？有啊，当时给他吓坏了。
你在这里等我。不行，我必须得跟你一起上去。我是说他有可能在这儿，不代表他一定在这儿，你不用担心。那也不行。好，那你跟着我。安法医、小秦法医都来了，还是你们两个聪明，知道在这儿能找到我。还没吃饭呢吧？要不先吃点东西，我简单弄2个菜，别嫌弃啊。放心，菜里没下毒，我先吃给你们看啊。祝2位警官事业有成，爱情顺利。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和杀害我母亲的凶手坐在一起。张华，对柳云行凶的人是你吗？要不是她老公突然冒出来，我就得手了。你的伤是不是被3棱刀伤的？那把刀在你手上吗？他捅了我一刀，我把刀抢过来，又捅了他一刀。你觉得我伤得这么重，还有心思跟他抢刀玩吗？能活着逃出来，就已经是我女儿在天上保佑了。陈晓东的致命伤有2刀。我逃走的时候，柳云还活着。你们以为柳云是个什么好东西吗？10年前，他就已经很擅长杀害别人了。你是说柳云和你女儿的事情？张雅欣得病之前，跟其他同龄的女孩一样，活泼、可爱、漂亮。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孩子像我女儿那么爱笑。可是后来，她就不笑了，再后来，她就死在我面前。我在我女儿的遗物里找到了这个本子。我女儿是被网络的谩骂、侮辱逼死的，而且最伤害她的话，最伤害她的人，她都记在这个本上。女儿的心愿，当爹的得帮她了了。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经常梦见她的脸，她永远是16岁，有时候笑，有时候哭。有时候满脸是血。我每次醒过来都泪流满面。我不断地提醒自己，活着的唯一理由是惩罚这些凶手。你用私刑惩罚别人，这是犯法，你知道吗？一个父亲该做
的，必须做。我不能再让我女儿的悲剧再发生，我必须阻止他们继续作恶。那我母亲呢？我母亲又做错了什么？郝之云是造成我女儿跳楼的始作俑者。你到底对郝护士长做了什么？我的目标原本不是郝之云，是你，秦明。我听说我女儿自杀以后，郝护士长得了重度的抑郁症。我当时认为她是罪大恶极，她的病根本不能改变我的计划。我跟踪了秦明好几天，终于等他落了单，我正要下手，没想到秦明去找他妈了。那天，郝护士长正准备跳河自杀。妈，你下来啊！绵绵，妈，绵绵，妈，小心啊！你干什么救我？绵绵，你干什么呀，救我！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儿子下手吗？张雅欣的死是我造成的，他的命我来还。你放过我儿子，我求求你，放过我儿子！我女儿死了，但是没人为她的死负责，也没人为她的死付出任何代价，这不公平。我女儿不能白白冤死吧？郝护士长，你刚才也说了，我女儿的死与你有关，所以杀了你理所当然。你可以杀了我，放过我儿子。我还没说完，我杀了你很简单，但我并不是穷凶极恶的杀人凶手，我只想给我女儿讨回公道。杀你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让你体会我的痛苦。这世上有一种痛比死还难受，那些没有经历过丧子之痛的人根本无法理解。你我都是为人父母的人，我的痛你也该体会体会。当然，还有那些网络暴民，我也不会让他们死得那么容易。张华，我绝对不会让你再碰我儿子。如果你一意孤行，今天晚上只有2个结果：我死，或者你死。一旦你杀不了我，让我跑了，你的复仇计划到此结束，我跟你鱼死网破。你未见得有胜算。你还有一个选择：杀了我，放过我儿子。你不怕我反悔吗？我知道你是一个明事理、重情义的好父亲，我也相信张雅欣的在天之灵一直在看着你所做的一切，他绝对不会让你杀我儿子，他也绝对不会让你变成一个滥杀无辜的杀人狂魔。你问问你自己的心就知道了。你死之后，我会把你扔到河里，把你伪装成溺水自杀。你儿子为了救你，也落水了，但最终上岸又活过来。我能保你儿子一条命，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程娇，你真的信我吗？我以母亲的名义去死，你以父
父亲的名义杀我。我图的不是你受不受信用，我图的是我们都是这个世上最爱我们孩子的父母。准备好了吗？妈妈爱你。动手吧。我承认，郝护士长是个好母亲，伟大的母亲。但是这不能抵她的罪。我妈妈没有想要害死你女儿，她只不过是想让她重新振作起来。可结果呢？我女儿跳楼了。她那么小，她本来就已经被癌症折磨得皮包骨头了，她都那样了，他们还不放过她，用那么强的电流电她。那些自诩善良的医生还不让她安宁。这段视频你应该没有看过吧？我们的小美女太好看啦！成功耶！这有什么用？她已经死了。这一刀太深了，我活不了了。可惜没把柳云杀了。你们很想知道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吗？恐怕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你先别说话，保存体力，叫救护车。你母亲是我杀的，还有那些被我杀的人，我罪大恶极。你现在恨不得马上把我弄死吧？啊？来，我不反抗。你们的计划是成功的，我没有。
被逮捕了。齐明，柳云已经抓到了。张华已经指证你了，你这样扛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我记得我刚遇见小东的时候就喜欢上他了。我发了疯一样要出国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遇见他这样的男人吗？他这样的男人，有钱的富二代，就是你们这种女人的目标。我们这种人，那人有目标有错吗？没有吧。我为了融入他的圈子，拼命学习攀岩，我玩户外，我这腿还骨折过2次呢。不过也没关系啊，只要可以得到他，我什么都愿意做。就是为了得到你理想的生活。难道这样也有错吗？你已婚，有一个女儿，按理说你应该知足了。为什么要杀害你丈夫？云享微店这个项目，它绝对是一个好项目，只要做成了是要挣大钱的。只要小东他愿意支持我，小东，小东，你看在我们是夫妻一场的份上，你再帮我这一回，好吗？把这个项目还给我，把公司关了，我只能帮到这个份上。我承认，是我偷了你的项目书，我私下联系了你的合作伙伴，我甚至想要甩掉你，可是我这么做是有我的苦衷的，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受够了，无论是你这个烂摊子，还是我们的婚姻，我都受够了。你看，这就是男人，不光见死不救，那还要跟我离婚。然后你就把他杀了。你有证据吗？那天晚上我们说好了，要谈离婚的条件，我要的不多，帮我度过资金上的难关，我马上跟他办手续离婚，孩子也可以归他。他答应了吗？你觉得呢？确认了他们3人指纹。明白。柳云女士，我们在你们家楼梯侧墙的画框后，发现了这枚凶器。找到了。我去，藏得挺深的嘛。经过我们验证，这上面有你、陈晓东、张华的指纹。所以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就说明这把刀归陈晓东所有，并不是张华携带。这是你说的第一个谎言。结合这一点，还有张华的证词，张华只是电击了你，并没有击伤你，这是你第2个谎言。这把凶器上有你的指纹，这是你第3个谎言。人证、物证都在，所以是你刺伤了张华。不是，不是我，是小东。要不是他，我早就死在张华手里。
快报！电话在包里，报警！报警！好，报警！小东，咱们现在不能报警啊！为什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我那个项目的加盟商。这个事情要是传出去了，这项目就完了。你有病！都搞到这个阶段，你要想一个破项目。你别激动，小东。小东，你就再帮我一次，就一次，好不好？我发誓，我绝对可以把局面给救回来的。到时候我翻倍报答你，啊，10倍，我翻10倍报答你。10倍。柳云，你到底哪来这些自信？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这个脑子就在家做做饭、接送孩子就够了，你偏偏要去做生意，啊！事到如今，人祸上门，我去那里只能倒了8辈子了。要不是你目光短浅，云享微店这个项目早就赚翻了。就你，事到如今，我和你走到这一步，我仁至义尽。而陈晓东以后再也不会给你1分钱，因为你就是一个废物。你一定要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何求师姐告诉你，有我在，一个项目就永远成不了。你确实是个疯子，就因为这个，杀了自己的丈夫。他自己都说了，只要他在，这个项目就成不了。然后呢？那我怎么办呀？我会被套在其中，永远翻不了身。我的这种痛苦，不是你们这种人可以理解的。好，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吧。如果他不答应我的条件，那么无论如何他都得死。我尝试过，有一次野外攀岩，
我切断过他的安全绳。可是他这个人命大，没死成。所以我就想，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呗。是他自己没有珍惜。你说的没错，小东。只要有你在，这个项目它就成不了。我看到他断气之后，我就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翻出来了，想着把他都带走。可是我又怕我做多错多，你们怀疑我，所以我说我丢失的是人民币和美金，现钞嘛，总不好查了吧？总之，就是要制造一个家中侍妾的假象。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凶手行凶的假象。而这个时候，张华出现了，那不正好吗？他当了替罪羊。那时候我还在想呢，只要你们找不到这个凶器，你们就没有实证。接下来，不管你们认为凶手是张华也好，偷盗者也好，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你好，这里是120报警中心。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女士？你好。当时你女儿还在家里吧？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这么做，对你女儿心里造成多大的伤害？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女儿好。你想想呀，我以后要是一无所有了，她还能跟我过好日子吗？陈晓东他已经死了，我女儿现在唯一剩下可以依靠的人，只有我。不过孩子忘性很大的，不会有事。为什么把家里伪装成室内失窃的样子？一个正在创业的女人，虽然在经营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也不至于被愤怒的客户入室抢劫、持刀伤害吧？更何况，她刚刚走过了鬼门关，还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偏偏在这个时候，她又重新撑起了云享微店，该还钱还钱，该扩张扩张。网络会同情我，会说柳云很可怜，可是她坚强，守信。这就是反转，这就是网络的力量。你倒是深谙其道。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张雅欣那件事情之后，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这股力量是多可怕。其实说实话，这么多年前的事儿都能给你们翻出来，你们还是挺厉害的。最后一个问题，对张雅欣有过忏悔吗？没有，她只是我身边的一个跟屁虫，凭什么在网上走红呢？她配吗？我只是把她打回原形罢了。至于她后面的脆弱，她自杀，这些是她自己的选择。柳云女士，你作为一名母亲，我替你感到羞愧。贵党，柳玉的案子已经破了，张华也抓到了，这么说来，可以结案了。还差最后一步。李队，对张华的审问，我申请参与。
让他心服口服。我就知道你会来审我。难道我不是你心里的最佳人选吗？是你给我输的血吧？谢谢了。看见你接受法律的制裁，要比看见你死在手术台上，让我高兴得多。我昏迷的时候真的看见雅欣了，她托我给你道歉。看来是个久违的好梦了。无论如何，我也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作为郝之云的儿子，你女儿的道歉，我接受；你的道歉，我不接受。秦明，你不是来跟我叙旧的吧？张华，你用人工改造的电击设备电击致死了郝之云，还有学子，又试图利用漏电事故杀害柳云。前两个案子电击死的致死原理，电击棒两极接触受害者双侧皮肤，上皮细胞出现栅栏型的改变，呈现电击伤的状态。我猜你一定非常清楚这样的特征，才会挖去死者双臂上的皮肤。我在猪身上做过实验，该杀的人没杀完，我不能轻易被你们抓住。郝之云案，尸体从水中捞出来的时候，呈现指甲紫青，口鼻处有蕈状泡沫、玫瑰齿、抓握等溺死痕迹。尸体上出现了多处被水生鱼虾所啃食的痕迹。当时的法医认为，背部上缺失的皮肤同样是被水中的动物所吞噬的。可由于伤口较深，法医还是有些许怀疑。由于死者家属当时强烈反对对尸体进行解剖，再加上法医中心当时还不具备病理学检验的能力，所以最终没有办法结案。算我运气好。学子案，尸体已呈现白骨化的形态，但我们在衣服上还是发现了明显的烧灼痕迹。通过电镜检验，发现衣服上有合金颗粒，我们觉得是电击棒合金颗粒溶解所导致的。你的女儿跳楼自杀，被电击治疗无效而宣布死亡，所以你用电击的方式来报复她。厉害。还有一点，所谓的连环凶手签名事件、删除键，通过这一点，我们想到要把案件串联在一起的思路。学子案的尸体已呈现白骨化，所以我们想到了郝之云。当年老法医心存疑虑，所以保留了郝之云肩膀皮肤周围的样本。最终，我们在保存的皮肤上发现了上皮细胞组织栅栏型的改变，呈现出电击伤的状态。于是我们找到了这3个人的交集点，也就是你的女儿张雅欣。通过调查张雅欣的死因以及平生过往，我们初步判断你的下一个目标会是当年的黄甫雅俊，所以我们找到了柳云，也就找到了你。刘斌呢？怎么做到的？我看到他落水后，爬上岸，瘫在了草地上。我原本想电击他，没想到他又跳到河里了。他本来是想游到对岸逃生的，可你并没有想要放过他。你把电击棒渗入水中，最终导致他在水中昏厥而亡，并往水里扔了一个删除键。秦明，你确实太厉害了。当年的网络暴力压垮了你女儿的精神世界，于是你在死者的手上放入了键盘上的删除键，表示清楚你认为杀人于无形的键盘侠。事到如今，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你说的我心服口服，我认罪。秦明，你母亲要是还活着，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我知道。